此时，无形的信号充斥着你周围的空间。在超过肉眼可见的光谱范围内，与房屋一样宽的无线电波在电脑、GPS、手机等设备间传输着信息。事实上，你手机输出的信号如此强大，假设无线电波肉眼可见，那么你甚至从木星上都能看到你的手机。前提是天空中没有充斥着电波干扰，这些电波来自路由器、卫星，当然还有航班中未开飞行模式的手机。要知道，飞行模式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航班，而是为了保护在你飞行路线上的其他人。手机接入网络的方式是通过电磁波形式发射信息。具体来讲，电磁波是在电磁频谱占据这一区间的无线电波。这些无线电波的波长各不相同。我们假设你特殊的眼睛能看到各个波长呈不同颜色。当你打电话时，你的手机发出无线电信号，传输至最近的手机信号塔。如果你周围信号较弱，那么为了长时间里通信，手机会消耗更多的电量，以便发送波幅更高的信号。一旦连接，该信号便会在信号塔间传递，最后送达你的联系人。由于你的通话并不是环境中唯一的通讯信号来源，管理通讯的信号塔会为每个接入的手机分配特定的波长，这个特定的颜色、波长，确保你不会接听到其他人的电话。该颜色也与你手机接收信息的波长略微不同，以免干扰接收到的信号。但可供选择的颜色是有限的。自从 Wi-Fi 出现以来，对占用这些波长的需求急剧增加。由于空中有这么多信号，而分配的颜色数量又有限，避免干扰变得越发困难。尤其当信号塔同时收到太多信号时，例如发生区域性险情，每个人都在尝试用自己手机的情况。不过其他来源的干扰比较容易预防，如在几千米高空中搜索信号的手机。飞机上的手机距离信号塔非常远，于是他们会尽可能超赫发送能量最大的信号，以尝试连接至通讯网络。但由于飞机飞行速度很快，手机可能比预期更靠近信号塔，于是当手机向其发送超强度信号，就会盖过地面上的其他通讯信号。所以如果你在飞行中不开飞行模式，实际效果就如同军用级无线电干扰器一般，手机会发出巨大的无线电波，干扰附近的信号。即使在地面上，我们所有电子设备几乎都会发出未经授权或不受控的无线电波，从而降低互联网的速度，并使得通讯时断时续。这让消费者选择消费更大的带宽，推动服务提供商进一步占用无线电频谱，而后将更多卫星发射入太空，由此造成恶性循环，甚至可能逐渐遮住群星。不过，即使没有这些卫星，这种系统也威胁着我们与宇宙的联系。用于天文学的射电望远镜依靠特定波长的电波来观察太空深处。虽然该区间名义上受到保护，但规定的限值没有得到强制执行。比如，甚大天线阵可以收到来自整个太阳系从1到50吉赫范围的所有信号，但如果它尝试搜索低于5吉赫的信号，可能会淹没在一片连接 5G 网络的手机的信号中。如今，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无线电波存在，向全球传送信号的卫星用无线电波覆盖了整个地球。但天空仍有几片还未挤满电波的空隙，让射电望远镜得以眺望宇宙深处。在那里，我们看得到银河系中心的黑洞，并探索着最远960亿光年以外星系的谜团。前提是不会受头等舱的手机信号干扰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，挑战您的认知，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